泰坦电视监控失踪影响4泰坦集结，精英小队上演生死竞速狂飙，再现公主抱，铅笔大军开拔，3线全开。在这个大战前夕，他们将准备所有力量前往最后的目的地。Hey guys，PZman her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失踪宇宙31集发布了，本集发生的故事是大战前联盟的集结，不同战线的有生力量同时响应，例如精英小队、铅笔飞机大军、泰坦们以及最终的泰坦音响等等等等。请大家跟我重新回顾剧集，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。看前几集，视频内容难保有时会过度解读猜测，请理性看待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小小的赞。剧集开场便是直接回收此前的预告片段，女音响正在切割，她似乎对现在播放的音乐不太满意，但她这样的举动打扰到了女电视，会导致行车不规范，也或许是把女电视喜欢的曲目给调走了，便扒拉了女音响一下，最终停在了 CG5 的 THX 的同人歌曲上，这无疑是有趣的。这首歌刚好也是描述电视人的歌。随后女音响缩回了后座，可以看到后座还坐着女时钟、女监控和精英音响，这车装满了精英单位，希望不要出现意外。女时钟手中抱着的东西是她自己的帽子，这点后面可以看到。女监控和精英音响同时看向外面，显然他们的旅途不会这样顺利，需要来点有趣的东西。女电视所驾驶的车辆不是卡车了，是一辆新的载具。此刻的他们正处于某处高速公路，随着有一个逆行哥与他们并驾齐驱，速度与激情拉开序幕。阻止他们的肯定是厕所，且厕所能驾驶车辆已经不是稀罕事了。在之前的13集便有例子，乃至 Dome Studio 在做这个系列更早前还能开船的都有，具体的可以自己去翻找。追逐他们的不仅有汽车，空中还有飞机。刺客钻头探头查看，女时钟踹开后门准备射击。接下来的战斗已经不可避免，他们有自己的任务，那就是营救女钻头。在此之前必须清理阻止他们前进的障碍。厕所首先发难，在汽车顶部抬出了一挺机枪，也就是先前进入视野的这辆车顶部有这个盖子。女电视操纵汽车躲避，这个钻头一跃而过，并顺手摘下了机枪，同时挂在了车上。驾驶车辆的人形变种厕所甚至还没来得及转头，一击毙命，干净利落。随后敏捷跳车回去了，当之无愧是最强的小型单位。但这一点被打破了，在此前 Dome Studio 的高级会员问答中提到了这一点。虽然在26集这个钻头出场时，他们明确表示这个钻头是最强的小型单位，但可能是考虑不周的原因，现在是女时钟更强。出于逻辑上讲，无论是这个钻头身手再好，手段再干脆，都无法在没有针对措施下免于被时间暂停。时间暂停下无法做出任何举动，所以目前来说女时钟更强。要我来说，如果她身手好到能躲开女时钟的子弹呢？好吧，这有点抬杠了。本是时钟为主题的系列，时钟强大无可厚非。回到剧集，空中单位再次发难，迫于没有有效反击武器，女电视只能驾驶车辆躲避，又一辆重型卡车尾随。精英响使用机枪击落了空中的厕所，飞机上人形变种厕所趁机空降，落在了车顶，开始与这个钻头对战。他想要证明谁最强，迫于人形变种厕所力量很大，这个钻头没有再按照常理出手，而是打破常规，出其不意攻他下路。好吧，这要是此刻再使用他的袖钻，那无疑是凤凰了。此时尾随的重卡追尾，导致这个钻头短时间失衡，随后变种厕所得逞。在此前的预告中，我们还好奇这是怎么做到把这个钻头按住的，这谁能想到是一辆卡车导致。他们驶入隧道之中，变种厕所持续压制这个钻头。此时女音响偷袭，但看起来10分的刮痧，很快就被甩了出去，径直刚好上了飞机。这个钻头见机会稍纵即逝，果断出手，这次用上了袖钻，随后再次攻其下路，前置最脆弱的腰部解决了这个难缠的对手。对于凭空出现的女音响，3位憨笑的战士表现10分的惊讶，果然是龙套。没一会儿，危险警报响起，这个钻头做着想要跳上去的举动，不过距离有点远，他没有这样做，转而面对后面尾随的重卡。女音响解决了飞机上的厕所，但也导致了飞机进入无人驾驶状态，飞机姿态变成了死亡倒转，机舱内也越来越多的东西飞出，坠机已不可避免，当场解体。让我们为女音响的离还没有嘎，它落在了铁轨上。让我们还原事故现场，在飞机将要接触地面解体前，女音响已经出来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没有被粉碎，而是凭身体强度再加上落地翻滚，从而最大程度上降低了落地带来的伤害。但此刻的他仍然是危险的，他的小九九被碎片卡住了，火车近在眼前，危险来临之际，他被救下了。注意看，在被救下之前，他已经拔出了小九九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救下来时完好无损，而没有被扯掉。救下他的人正是双菜监控，上次他的出现是新增片段中，距离目前
前又有一段距离了。此刻的他除了装束有了一定的变化，最直观的就是他的腮子变样了，从钝器变成了利器。接着公主抱名场面，在此前第10集寻找泰坦时钟时也出现过2次救下了濒危的女音响，但我们 Studio 似乎有意撮合他们俩组成 CP。无论如何，只要不是女电视，我举双手赞成。危险解说精英小队汇合，纷纷送上了点赞，你们也可以点赞吗？女监控平板传的消息，上方写着去1号厕所基地决战。这次的信息明显与此前的任何一次平板消息都不同，黑白灰画风应该是铅笔阵营发出的，正好对应此刻空中出现的飞机。这些飞机明显是铅笔所属，就类似监控飞机的监控、钻头飞机的钻头、时钟飞机的时钟。铅笔飞机既然也是铅笔，数量非常多，十分符合他们人多的特点，说明这一场战斗铅笔也一定会出场。想必不久就能可以看到他们的泰坦。场景切换到了另一个地方，来到泰坦时钟的战斗区域，迎面就是一个大厕所，顺带清理小厕所。泰坦时钟此时开始施法，左手召唤出了一个看不全的黄色光罩，随后他将黄金巨剑插入其中，插入后这把剑也开始变得透明了起来，这非常奇怪，在这集后面就没有看到这把剑了。难道召唤出的是剑鞘，还是说只是单纯的收起来了？或许通过这个光罩将这把剑传送到了某个地方，也或许是充能，或者是将剑插入这里扩大时钟领域，这很难猜测，疑问太多了，恐怕只能等到下次出现或再次使用才能得知了。泰坦时钟再次大手一挥，时间被暂停了，所有厕所无法动弹。与此同时，之前觉得他能控制这么多菲比，至少达到了恒星级精神炼师，但显然还是保守了。就在下一幕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不单单能控制菲比，腰间的时间仪表也不是装饰物，也能进行控制，同时所带来的效果更是全新的能力。可以看到，随着他的菲比和飞盘飞出，菲比则是瞄准了敌人，飞盘自行贴合在了更加强大的敌人身上。随着泰坦时钟掐指结束时间暂停，瞬间比过年还热闹。只见菲比自行追逐了结敌人，而飞盘更具重量级，控制了较为强大的厕所，使其开始内斗。在双重打击下，厕所见不敌，打算撤离，但泰坦时钟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，应该是就跟之前对付反泰坦一样，再次使用了时间暂停，从而出现在了厕所的前方。基本上没有战斗上的画面刻画，只有简单的一生终身，因为他们的结果显然是注定的。面对泰坦时钟这样的超模强者，没有合理对付时间暂停的方法，基本上是无法撼动的存在。随着监控飞机、音响飞机途经此处，泰坦时钟收到了消息，在他左手手臂盾牌中心生成了一道投影，这盾牌的模型应该是这个，这基本一模一样。中间散发光芒，显示出了文字信息，与之前女监控收到的信息是一致的。参加我们的决战。接着，泰坦时钟飞行模式启动，离开了这个地方，又换到了下个场景。回收此前预告的片段，是泰坦电视和泰坦监控，他们处于一处废弃城市高速公路之中，显著的2只大脚碾碎了这些不堪一击的厕所。越往里走，数量越多，说明此刻他们可能已经到达了基地外围。这些厕所明知不敌，却依然前仆后继，可能是为了击慢起速度的启动而拖延时间，这怕是他们唯一有可能翻盘的点。但这些量级的厕所显然无法阻止泰坦们的脚步。泰坦电视头部变形战斗状态，这样的形态在他初次登场对付泰坦钻头曾使用过，此时就直接红光清除了最大的厕所。他的监控则是将一堆小厕所吸住抛了出去。2人打了照面后，有消息传来，但这些消息不是平板，而是与18集一致，所以我们不知道说了什么。一起完成这个，从泰坦电视的语言加上之前泰坦时钟和女监控收到的消息，不难看出他们肯定收到的消息是一致的信息。参加最后的决战，这场决战发起方应该是铅笔，他们需要一起前往，可见对其的重视程度。随后双泰坦相继离开，接着场景又换到了第4个地方，这怕是切换场景最多的一集。面前有着白色装束的监控和音响人，这应该是这个系列监控和音响科学家首次亮相。在之前泰坦音响维修时只有一个维修工监控人，我们便吐槽了，怎么没有用到科学家，竟然在这里藏着呢？他在键盘上输入了什么指令，并在平板上确认。随后一只机械臂出现，他钳住了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圆圆的，里面有着红色的光球能量交织。如果没看错，这应该是泰坦音响的新版核心了。在之前泰坦音响一个人留下守卫时钟基地，却在阿尔法入侵时杳无音讯。在后面的问答中 Dom Studio 提到是去升级了，且不是简单的升级，而是重大升级。可能当时他在升级的关键时期，所以无法出面阻止。从这个核心便可以看到颜色变得更深了，或许升级后的外观也会有大变动。这只机械臂将核心送进了厂房，随后传出了泰坦音响的声音。本集完。注意看，此处的场景灯光昏暗，杂乱无比，可能是一个已经废弃的据点。因为之前文件展示过有2个时钟基地，不排除是时钟人另外一个据点，当然这只是猜测。展现的工作人员也就他们仨，很可能这是一个秘密场景，他们也做的是秘密工作，所以没有对外展现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样的征兆显然
坦4升级已经完成，泰坦影响应该也会参加最终的战斗。之前 Dom Studio 高级问答中曾提到32级、33级的任意一级时长可能会超过10分钟，那无疑是疯狂了。与此同时，在接下来的2集中，可能还会描述铅笔阵营的起源，所以时长会偏长，但制作时间也会变长。这2集非常重要，通过这2集后，不管是之前或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，许多疑惑都能得到解释，且故事线路将会更加清晰。无论如何，能上10分钟，我愿称之为逆天。除此之外，客串博主与神秘人的关系，神秘人是客串博主的领导人，他的名字可以暂时先称之为 Mr. Dawn， 而客串博主所做的事情均是遵循命令，所以这可能就是之前对峙未来时钟时精英双中没有解释的原因。但神秘单位什么时候出现仍然是个未知数，这点只能等到后续剧情来看了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本期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我是 PC Man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